世人常言，好命不如好运，好运不如好姻缘。然而，有些女子生来便有特殊的气运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终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古籍《玄机天机录》曾记载，观音菩萨曾道出天机，世间女子若具备3种特质，便是天生的富贵命格。不仅人间富贵不断，就连鬼神都不敢轻易侵犯。这样的女子，或出身微寒却能平步青云，或面临绝境却能化险为夷，或遭遇磨难却能涅槃重生。这究竟是何等神奇的3种特质？为何能让一个普通女子摆脱命运的束缚，成就非凡人生？清朝乾隆年间，江南水乡苏州城内有一户姓陈的普通人家。这户人家虽非大富大贵，却也过着安稳的日子。陈家有一女儿，名唤陈雪晴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温婉可人。陈雪晴自小便与众不同。她5岁那年，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了她的性命。高烧不退之际，她忽然睁开眼睛，说自己梦见一位穿白衣的女子给她喂了一碗甘露，告诉她此后不会再生大病。奇怪的是，从那以后，陈雪晴果真在为卧病在床。这件事很快被乡里乡亲淡忘，只当是小孩子的胡言乱语。陈雪晴也慢慢长大，成了一个聪慧懂事的姑娘。她天生聪颖，虽然女子无法参加科举，但她却对诗书颇有见解，时常能看懂父亲带回家的经书典籍。陈雪晴16岁那年，父亲陈守成的生意突然遭遇变故，欠下了一笔巨债，债主张员外仗势欺人，扬言要将陈家抄家灭门。就在全家陷入绝望之际，陈雪晴主动提出要去张府做工，以此抵债。父母自然不愿，但面对如此境地，也只能含泪应允。谁知这一去，竟改变了陈雪晴的一生。张府内，当家主母张夫人是个刁钻狠毒的人，见陈雪晴生得清秀，便处处刁难。但陈雪晴不卑不亢，遇事总是微笑应对，从不抱怨。她做事认真细致，很快便得到了府中老管家的赏识。一日，张员外的远房亲戚江南巡抚沈大人来访，偶然见到正在园中采花的陈雪晴。沈大人见她举止大方，谈吐不凡，便多聊了几句。得知她精通诗书后，更是惊讶不已。小姑娘，你能为我题一首诗吗？沈大人随口问道。陈雪晴看了看周围的景色，轻声吟道：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。人面桃花相映红，别是一番风味在心头。这首融合了多位诗人的名句，却被他巧妙地串联成一首新诗，意境优美，令沈大人大为赞叹。不曾想张府内还藏着如此人才。沈大人转头对张员外说：此女子气质不凡，实在不该做粗使丫鬟。张员外心生一计，连忙说道：沈大人，此女本是欠债之人的女儿，若大人喜欢，不如带回府中做个丫鬟，也能天天听她吟诗作赋。沈大人听后欣然应允。就这样，陈雪晴被带到了巡抚府。在巡抚府中，陈雪晴被安排照顾沈大人的小女儿沈柔柔。沈柔柔年仅8岁，母亲早逝，性格孤僻内向，但在陈雪晴的悉心照料下，沈柔柔渐渐开朗起来，还学会了许多诗词歌赋。沈大人见此，对陈雪晴更加赏识，不再将她当作普通丫鬟，而是以师姐的身份待她。陈雪晴也借此机会请求沈大人允许她家人搬到巡抚府附近居住，好让她能经常探望。沈大人爽快答应，还为陈家安排了一个小院落。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去，陈雪晴在巡抚府的地位也越来越高。不过好景不长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再次打破了平静。康熙50年，朝廷下令查抄贪官，沈大人作为江南巡抚，被人告发贪污受贿。一时间，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带着锦衣卫将巡抚府围得水泄不通。在这危急时刻，
陈雪晴展现出了非凡的冷静和智慧。她迅速将沈柔柔藏在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将沈大人珍藏的账本和重要文书整理好，找到了能够证明沈大人清白的证据。当钦差大臣审问沈大人时，陈雪晴主动站出来，将整理好的账本和文书一一呈上，并条理清晰地解释了每一笔账目的来源和用途。他的冷静和清晰的思路不仅让钦差大臣刮目相看，也为沈大人洗脱了罪名。事后，沈大人感激不已，将陈雪晴视为救命恩人。他暗中观察，发现陈雪晴不仅聪慧过人，处事沉稳，更有一颗善良的心。考虑再三，沈大人决定为自己的独子沈明远寻求一门亲事，而陈雪晴正是最佳人选。沈明远早已对陈雪晴有好感，闻言大喜。沈大人亲自上门拜访陈家，提出了这门亲事。陈家虽然受宠若惊，但也为女儿能攀上高枝而欣喜不已。就这样，陈雪晴在18岁那年嫁入了沈家，成为了沈明远的妻子。婚后的生活并不似想象中那般美好。沈明远虽然表面上风度翩翩，实则心胸狭窄，对陈雪晴多有猜忌。尤其是当他发现父亲对陈雪晴如此信任，常常与他商讨家事时，更是心生妒忌。陈雪晴并不计较这些，依旧尽心尽力地照顾沈家。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善良，一点点融化着沈明远的心。渐渐的，沈明远也开始欣赏起妻子的才华和品德。沈大人在任满后，选择了治世归隐，将家业交给了沈明远打理。沈明远虽有才华，但缺乏经验，生意很快就遇到了困境。就在这时，陈雪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，与其继续经营传统的丝绸生意，不如尝试开拓新的贸易路线，与西域商人合作，引进更多稀有商品。沈明远起初并不认同，但在陈雪晴的坚持下，最终决定一试。结果出人意料，这一决策让沈家的生意蒸蒸日上，很快就超过了以往的规模。沈明远这才真正认识到妻子的价值，对他不再有半点猜忌，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陈雪晴不仅成功地经营着沈家的生意，还用自己的智慧帮助周围的人。他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，教导年轻女子读书识字，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一切看似平静祥和之际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席卷了整个苏州城，百姓们纷纷染病，死伤无数。沈家作为当地的富户，自然成为了许多人求助的对象。陈雪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，带领沈家上下为百姓提供药物和食物。他还记得小时候那位白衣女子给他喂的甘露，便按照记忆中的配方亲自熬制药汤，分发给病患。神奇的是，喝了陈雪晴熬制的药汤的人，病情很快就有了好转。一时间，陈雪晴被百姓们奉为活菩萨，家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队，就为了得到一碗救命的药汤。沈明远见状，既为妻子的善举感到骄傲，又担心她过度劳累。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，别累垮了，他心疼地说。陈雪晴笑了笑，我不会有事的。那位白衣女子说过，我有特殊的使命。沈明远虽然不解，但也不再多言，只是默默地支持着妻子的行动。就这样，在陈雪晴的带领下，沈家不仅度过了这场危机，还赢得了百姓们的敬重和爱戴。瘟疫过后，当地官府特意为陈雪晴颁发了善德匾，以表彰他在危难时刻的无私奉献。然而，正当沈家声名鹊起之际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，再次打破了平静。这个人自称是黑山老妖的弟子，声称陈雪晴身上有一件宝物，是他师父多年寻找的奇珍，前来索要。陈雪晴闻言一头雾水，表示自己从未拥有什么奇珍异宝。但那人却笑着说，宝物就在你的体内，那是观音菩萨的一滴甘露，当年我师父耗费1000年修为才得到此宝，却被你无意中得到。今日我来，
就是要取回这件宝物。这一席话让陈雪晴恍然大悟，原来小时候梦中的白衣女子就是观音菩萨，而那碗甘露竟是如此贵重之物。那人见陈雪晴不为所动，便开始施展邪术，想要强行取走甘露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金光，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缓缓降临。阿弥陀佛，妖邪休得放肆！白衣女子的声音如同天籁，听在耳中令人心生敬畏。那妖人见状，脸色大变，观音菩萨！说罢，转身就要逃走。白衣女子轻轻挥手，一道金光将妖人定在原地。你师父黑山老妖违背天道，盗取我圣水甘露，本该受到惩罚。当年我见他尚有一线善念，便饶他一命，让甘露自行寻找有缘人。如今甘露已认主，你又何必执迷不悟？妖人被点破身份，惊恐万分，连连求饶。观音菩萨慈悲为怀，最终还是放过了他，只是警告他不得再行妖术害人。待妖人离去后，观音菩萨转向陈雪晴，微笑道：13年前我见你心性纯良，有大善缘，便将甘露赐予你。如今看来，我的选择果然没错。陈雪晴跪地叩拜：菩萨慈悲，弟子不知如何报答。观音菩萨伸手虚扶：你无需报答，只需记住，世间女子若具备3种特质，便是天生的富贵命格。不仅人间富贵不断，就连鬼神都不敢轻易侵犯，请菩萨明示。陈雪晴恭敬地问道。观音菩萨微微一笑：这3种特质，其一为善良之心，其二为智慧之识，其三为坚韧之志，你皆已具备，故而能得我庇佑。陈雪晴似有所悟，再次叩谢。观音菩萨继续道：善良之心使你能与万物共情，感受众生疾苦；智慧之识使你能明辨是非，化解危机；坚韧之志使你能百折不挠，迎难而上。这3者合一，便是最珍贵的品质，也是最强大的护身符。正当陈雪晴欲再问时，观音菩萨的身影已渐渐消散在金光之中，只留下一句话在空中回荡：记住我的话，他日你若遇到更大的危难，只要坚守这3种特质，自会转危为安。随着观音菩萨的离去，陈雪晴感到身体内有一股暖流在缓缓流动，那是甘露的力量正在她体内苏醒。她忽然明白，为何自己能够在多次危难中脱险，为何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能被她一一化解。然而，观音菩萨所说的更大的危难究竟是什么？陈雪晴隐隐感到一丝不安。善良之心，智慧之识，坚韧之志，这看似普通的3种特质，为何能让鬼神都不敢欺负？而这3种特质又将如何帮助他应对未来的挑战？夜深人静，陈雪晴久久不能入睡，直到一声惊雷划破长空，他猛然惊醒，预感到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正在逼近。惊雷过后，苏州城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氛围中。连日来，城中有人目睹怪异现象：半夜里亮如白昼的闪光，无风自动的门窗，还有人声呜咽却不见人影。这些传言很快传遍全城，百姓们惶恐不安，有人甚至开始囤积粮食，准备闭门不出。沈家作为城中望族，自然也听闻了这些传言。沈明远对此嗤之以鼻，不过是些耸人听闻的谣言罢了，哪有什么鬼怪作祟？陈雪晴却眉头微皱，心中隐约感到不安。自从那晚见过观音菩萨后，他的直觉变得异常敏锐，这些事太过蹊跷，恐怕真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。沈明远见妻子神色凝重，也不再多言，只是叮嘱家中下人加强防备，不要轻信外界传言，更不要随意议论。就在城中谣言四起的第7天，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沈家。这人自称是朝廷派来调查怪事的御史大人，姓萧，名远山。萧远山面容清瘦，眼神却异常锐利，一副不怒自威的模样。
他一进门就开门见山，听闻沈家女主人陈氏有特殊能力，能治愈疾病，还曾驱逐过妖邪，所以特地前来拜访。陈雪晴闻言，心中一紧，观音菩萨交代过，甘露之事不可外传。他淡然回应：御史大人谬赞了，民女不过是懂得一些简单的医术，至于驱妖除魔之事，实在是无稽之谈。萧远山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：陈夫人无需谦虚，下官此来是有要事相商。城中怪事频发，已经严重影响了百姓生活，朝廷派我前来调查，却一直没有进展。如果陈夫人能够相助，必将功德无量。陈雪晴看着萧远山的眼睛，总觉得有些异样，仿佛其中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。他谨慎回应：御史大人如此看重，民女自当尽力，不知大人希望民女如何协助？萧远山从怀中取出一封密函，递给陈雪晴，请夫人过目。陈雪晴接过密函，缓缓展开，函中记载了近日城中发生的各种怪事，还提到有几位官员和富商突然暴毙，死状极为凄惨，身上没有任何外伤，却像是被抽干了全身精气。陈雪晴脸色微变。萧远山沉声道：这些死者生前皆为有权有势之人，死后尸身上留有特殊符文，疑似妖术所为。朝廷怀疑城中可能藏有邪教组织，意图借此动乱，图谋不轨。陈雪晴思索片刻，决定先稳住萧远山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民女需要时间考虑如何协助。不如这样，3日后我再给大人答复，如何？萧远山似乎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也好，下官就在城中驿站暂住，3日后再来拜访。说完，他起身告辞。送走萧远山后，陈雪晴立即将此事告诉了沈明远。沈明远听后也觉得此事蹊跷，这个萧远山来历不明，竟然知道你曾经驱妖的事情，而且朝廷派人调查，为何不去找当地官府，却直接找到我们家来？陈雪晴点头道：我也觉得奇怪，而且他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，似乎在试探什么。沈明远思索片刻，决定派人去驿站打探萧远山的底细，同时他也派人去打听城中那些暴毙官员和富商的情况，看是否与密函上描述的一致。当晚，陈雪晴辗转难眠，半夜时分，她忽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房间里的温度骤然下降。她警觉地坐起身，只见窗外月光如水，洒在窗纸上，形成一个诡异的影子。那影子似人非人，扭曲变形，仿佛有生命一般，慢慢向她靠近。陈雪晴不动声色地从枕下摸出一把小匕首，同时轻轻推了推身旁熟睡的沈明远。就在此时，窗户砰的一声被推开，一股阴风刮入室内，吹灭了床头的油灯。紧接着，一个黑影从窗口跃入，直扑向陈雪晴。陈雪晴早有准备，迅速侧身避开，同时将匕首刺向黑影。黑影似乎没想到陈雪晴反应如此迅速，匕首划过他的手臂，发出嗤的一声，却没有血液流出，只有一团黑雾散开。果然不是人，陈雪晴心中一凛，黑影发出一声嘶吼，再次扑来。这时被吵醒的沈明远也加入战斗，从床下抽出一把长剑，朝黑影刺去。长剑穿过黑影，却如同刺入空气一般，毫无阻碍。明远小心，这不是人！陈雪晴喊道。沈明远闻言，立即退到陈雪晴身边。黑影见攻击未果，开始在房间内游走，时而化作烟雾，时而凝结成形，诡异无比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陈雪晴脑海中闪过观音菩萨的嘱咐：善良之心、智慧之识、坚韧之志，这三者合一，便是最强大的护身符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感受体内那股暖流。片刻之后，他睁开眼睛，双手合十，口中念诵起一段奇特的咒语。这咒语并非他学过的，而是从心底自然流露出来的，
仿佛是甘露之力在指引他。随着咒语的念诵，陈雪晴的身上渐渐散发出淡淡的金光，这光芒虽不耀眼，却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。黑影见状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，如同受到极大痛苦一般，在房间内胡乱冲撞。最终，黑影无法承受金光的灼烧，从窗口逃窜而去，消失在夜色中。房间恢复了平静。沈明远惊魂未定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陈雪晴摇摇头，我也不确定，但应该与城中的怪事有关。他走到窗前，看向黑影消失的方向，若有所思。萧远山的出现，城中的怪事，今晚的袭击，这些事情恐怕都有联系。次日清晨，沈家派出去的人回来了，带来了令人惊讶的消息，城中驿站根本没有萧远山这个人入住的记录，而那些所谓暴毙的官员和富商也全都安然无恙，根本没有死亡的传闻。这么说，萧远山是冒充朝廷官员，密函上的内容也全是捏造的？沈明远惊讶道。陈雪晴眉头紧锁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何要编造这些谎言？就在他们困惑之际，家丁前来报告说，城外来了一队官兵，领头的是当地知府大人，要见沈家主人。沈明远和陈雪晴连忙出门迎接。知府大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，沈公子，昨日有人举报说你家窝藏妖人，准备作乱。本官虽然不信，但奉上级之命，必须前来查看。沈明远闻言大惊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，我沈家世代忠良，怎会窝藏妖人？知府大人明察秋毫，定能还我清白。知府叹了口气，我自然相信沈公子的为人，但举报信已经送到了省城，上面派了钦差大臣前来调查，明日就到。在此之前，恐怕要委屈沈公子一家暂时接受调查了。陈雪晴听到这里，忽然想到了什么。知府大人，不知是谁举报的我们？知府摇摇头，举报信是匿名的，不过信中提到沈家女主人陈氏疑似妖女，能驱使妖术害人。此言一出，陈雪晴和沈明远相视一眼，心中已有了计较。这举报信必然与昨日来访的贾萧远山有关。知府大人离开后，沈家上下一片愁云惨雾。沈明远安抚众人，大家不必担心，我们问心无愧，相信真相很快就会大白。陈雪晴却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他拉着沈明远来到无人之处，低声道，昨晚的黑影，今日的举报，加上那个假冒的萧远山，这一切都不简单。我怀疑有人在针对我，或者说是针对我体内的甘露之力。沈明远惊讶道，你是说有人知道你体内有观音菩萨的甘露？陈雪晴点点头，很可能是黑山老妖的弟子不死心，改变策略来对付我们。他先假冒朝廷官员探查虚实，见直接进攻不成，便用这种方式栽赃陷害，想要将我们置于死地。沈明远面色凝重，如此说来，明日到来的所谓钦差，很可能也是他们一伙的。陈雪晴沉思片刻，忽然抬头，明远，我有一个计划。次日，一队威武的仪仗队浩浩荡荡进入苏州城，为首的正是钦差大臣。这位钦差面容冷峻，目光如炬，一副不怒自威的模样。他直接来到沈家大门前，下令将沈家团团围住。沈家家主何在？钦差大声喝道。沈明远从容走出，下官沈明远见过钦差大人。钦差冷冷一笑，沈明远，你可知罪？沈明远不卑不亢，下官不知有何罪过，还请钦差大人明示。钦差从怀中取出一封圣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据报沈家窝藏妖人，意图作乱，命钦差前往彻查，如属实，立即处决全家。沈家上下闻言无不变色，沈明远却仍然镇定自若，圣旨我等已听闻，但下官家中并无妖人，还请钦差大人明察。钦差冷笑道，沈明远，
你妻子陈氏何在？沈明远回答，内子身体不适，正在房中休息。钦差厉声道，传我命令，立刻将陈氏带出来。几个士兵领命就要进入内院，沈明远拦住他们，且慢，钦差大人，我妻并无过错，为何如此对待？钦差怒喝，放肆！皇命在身，岂容你阻拦？来人，将沈明远拿下！士兵们一拥而上，将沈明远按倒在地。钦差大步走向内院，其余士兵紧随其后，来到陈雪晴的闺房前，钦差不由分说就要闯入。门口的丫鬟苦苦哀求，大人，我家夫人身体抱恙，还请。话未说完，钦差一把推开丫鬟，用力踢开房门。陈氏，你藏不住了。然而当房门大开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尊金光闪闪的观音菩萨像，慈眉善目，端坐莲台之上。菩萨像前，陈雪晴正跪地虔诚礼拜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钦差愣在原地。就在他发愣之际，陈雪晴缓缓起身，转过头来，声音清亮，不知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钦差很快回过神来，冷哼一声，装神弄鬼。来人，将他拿下。士兵们正要上前，观音菩萨像忽然金光大盛，照得众人睁不开眼睛。一个威严的声音在房中响起，妖邪休得放肆！钦差闻言脸色大变，踉跄后退几步，这不可能！金光中，观音菩萨像缓缓开口，黑山老妖的余孽，竟敢假冒朝廷命官，滥杀无辜，今日我要将你们一网打尽！钦差听到黑山老妖几个字，顿时露出惊恐之色，他指着观音菩萨像，声音颤抖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菩萨像金光愈发耀眼，我早已度化陈雪晴为我弟子，你们的阴谋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，现在该是你们伏法的时候了。说话间，菩萨像双手结印，一道金色的光芒从他手中射出，直击钦差。钦差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剧烈抖动，渐渐显露出原形，一只形如狐狸却长着蛇尾的怪物。那些士兵见状，纷纷丢下兵器，转身就逃。然而他们刚跑到院子里，就被早已埋伏好的沈家家丁和赶来的衙役们团团围住。这些士兵见状，也纷纷现出原形，有的是狐狸，有的是蛇精，还有些是不知名的妖怪。他们被金光笼罩，无法使用妖术，很快就被制服。当一切平息下来，真正的知府大人来到沈家，为沈明远和陈雪晴洗清了冤屈。原来知府早就怀疑那封举报信有问题，便暗中派人调查，发现了这伙妖怪的踪迹。正巧沈家也发现了异常，双方一拍即合，设下了这个圈套。至于那尊会说话的观音菩萨像，其实是陈雪晴利用甘露之力幻化出来的。她虽然不能像真正的神仙那样法力无边，但观音菩萨赐予她的那滴甘露，确实有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危机解除后，沈家恢复了平静。然而陈雪晴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黑山老妖的余孽虽然被抓，但黑山老妖本人仍在虎视眈眈，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守护好这份珍贵的礼物。1个月后的深夜，陈雪晴在梦中再次见到了观音菩萨。菩萨微笑着说，雪晴，你做得很好，你用善良之心感化了身边的人，用智慧之识识破了妖怪的阴谋，用坚韧之志坚守了正道。这3种特质让你在危难中得以转危为安，也让你赢得了众人的敬重。陈雪晴恭敬地问，菩萨，弟子还有很多不解之处，那些妖怪为何如此执着于弟子体内的甘露？观音菩萨解释道，我的甘露本是3界至宝，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。黑山老妖想要得到它，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妖力，称霸一方。但甘露认主，必须心性纯良者才能驾驭。你有这3种特质，所以甘露选择了你。陈雪晴若有所思，弟子明白了。那么
黑山老妖还会再来吗？观音菩萨淡然一笑，妖魔鬼怪永远不会消失，但只要你心中有光明，就无需惧怕黑暗。记住我的话，善良之心让你与万物共情，智慧之识让你明辨是非，坚韧之志让你百折不挠。这三者合一，是女子最珍贵的品质，也是最强大的护身符。不仅能够让你在人间获得富贵吉祥，就连鬼神也不敢轻易侵犯。陈雪晴深深叩首，弟子谨记菩萨教诲。观音菩萨的身影渐渐消散，只留下一句话回荡在陈雪晴心间：世间女子若具备这三种特质，便是天生的富贵命格。雪晴，去传递这份智慧吧，让更多女子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。从此以后，陈雪晴不仅将沈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在苏州城中创办了多所女子学堂，教导年轻女子不仅要学习诗书礼仪，更要培养善良、智慧、坚韧的品质。她的事迹传遍江南，被后人称为陈夫人传，流传千古。而观音菩萨所言的三种特质，善良之心、智慧之识、坚韧之志，也成为了许多女子追求的目标。正如菩萨所言，具备这三种特质的女子，往往能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成就非凡的人生。结语：世事沧桑，人生变幻无常，但真正的富贵并非金钱权势，而是内心的富足与坚韧。善良、智慧、坚韧，这三种特质如同心灵的甘露，滋养着每一个拥有它们的女子，让她们在人生的旅途中绽放异彩，无惧风雨，铸就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，